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拽酷编都能冲上亿阅读，饭圈把一个下意识动作盘成了性格密码。内娱最值钱的从来不是作品，是人设缝里露出来的那点小动作。王一博这个拽短裤酷编的习惯，放在别人身上叫下意识，放在他身上就能被粉丝包装成防备心代表，再顺手冲上话题，阅读轻松破亿。这套操作说白了就是把一个人的微表情硬生生盘成了集体暗号，真有意思。连裤腿都能被做成周边思路，娱乐圈的生意经真是越来越细了。别急着夸什么反萌差，也别把这事说得多么温情，核心就一句话：流量明星的一举一动本来就不是普通人的生活习惯，而是被无数双眼睛盯着，被无数台机器放大，被无数颗心拿去投射欲望的素材库。今天他拽一下裤边，明天他摸一下耳朵，后天他抿一下嘴，到了饭圈嘴里都能变成性格密码，仿佛这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部永远连载的偶像连续剧。连最细碎的动作都要被赋予意义，不然粉丝怎么证明自己没白追？怎么证明自己懂得比路人多？问题就在这里，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看偶像，其实是在给偶像做人格拼图。拽裤腿这事本身没什么稀奇，人在紧张、疲惫、敏感，需要调整姿态的时候，都会不自觉去碰衣角、拽袖口、摸裤边，这是最普通不过的身体防御机制，跟所谓酷盖防备心代表没有必然关系。可一旦进入饭圈语境，普通动作就被立刻翻译成性格标签，标签再被扩散成一种只有我们懂的隐秘亲密感，最后变成粉圈内部的共同财产。谁要是说这动作没那么玄乎，立刻就会被扣上你不懂他的帽子，像极了把心理学常识包装成独家秘闻的江湖骗子。说白了，这类习惯截图学本质上就是饭圈自我麻醉的高级版本。粉丝不只想看他红，还想证明自己是红的原因之一，他们需要一点别人看不见，只有自己能解码的东西，来维系自己和偶像之间那种看似私密实则虚构的联系。越是细小的动作，越容易被拿来当情感凭证，因为大场面大家都看得到，细节才显得像专属福利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顶流不需要明说，不需要解释，哪怕只是站姿变了、走路慢了、发型乱了，都能引发一堆解读。粉丝不是在消费信息，是在消费我比别人更靠近他的幻觉。王一博这类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放大？因为他本身就是标准的低表达型艺人，少说话，表情收得住，情绪录得少，整个人的输出方式就像一块被精密打磨过的石头，表面冷，内部热不热别人不知道，但这种留白最适合让粉丝往里填东西。你越不解释，别人越爱猜；你越克制，别人越觉得你有故事。这就是饭圈最爱的一类人设，能让粉丝在空白处无限做梦，做梦的人一多，数据就好看，数据一好看，商务就安心，商务一安心，团队就继续把这套少即是多的方法论拿去喂给市场。你以为他在拽裤腿，其实团队和平台都在拽流量的裤腿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动作本身，而是动作被切片之后能不能制造讨论，能不能延长热度，能不能把一个10秒钟的镜头变成3天的社交货币。今天叫防备心代表，明天就能变成有边界感的成年人，后天再升级成清醒、自持、不油腻。这就是内娱现在最常见的包装逻辑。任何不确定的行为都要立刻翻译成优点，任何小缺点都要被解释成魅力，连局促都能变成高级，连躲闪都能变成神秘，最后所有的动作都服务于一个目标。
维持这个人高不可攀但又能被爱的幻觉。这套玩法最狠的地方在于，它根本不靠真相，靠的是粉圈的共识生产。谁最先截图，谁最先发帖，谁最先起标题，谁就拥有了异议解释权。热搜话题一旦建立，后面跟进的人其实已经不再讨论事实，而是在重复框架，甚至连黑粉都在帮忙扩散，因为越争越热，越热越值钱。平台爱这种内容，团队也爱这种内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低成本、高复用，几乎不用额外物料，不用正经宣传，连公关预算都省了，靠一个动作就能盘活一轮情绪，哪家资本看了不眼红？说到这里，就得把饭圈这口锅掀开看看。很多人总觉得追星是情感行为，其实在数据时代，它早就变成了半套劳动体系。粉丝负责截屏、整理、安利、控评、做表情包、写小作文、剪视频、冲广场，等于免费打工。打出来的热度再反哺艺人和品牌方，品牌方拿到流量，艺人拿到声量，平台拿到活跃度，只有粉丝自己在里面不断加班还觉得甜，甚至觉得自己是陪伴型用户。这就像一条看不见的流水线，粉丝在前端投喂情绪，团队在终端收割数据，资本在后端计算转化，整个链条一环扣一环，谁都不亏，亏的只有那些把我懂他当成个人成就的人。而且这种小习惯的传播，特别容易制造一种圈地自萌的优越感。外人看就是拽个裤腿，粉丝看就是他紧张了，他防备了，他不想暴露脆弱了，于是顺手就能开始自我感动，给他贴上外冷内热敏感但坚强看似拽其实软的标签。这一套比明着卖惨高级多了，因为他不露痕迹，既显得自己懂事，又显得偶像有层次，大家都舒服，只有事实不舒服。事实在这个语境里根本没资格发言。再往深里说，这种动作之所以能被反复消费，和王一博本人长期形成的公众气质也有关。他身上最值钱的部分，不是某一次舞台，不是某一部作品，而是那种高度可投射、低风险、低失误的形象稳定性。外界很难从他嘴里挖出足够戏剧性的内容。偏偏饭圈和商业市场都喜欢这种人，因为可控，越可控越好卖，越不好被失控新闻拖下水，团队自然会把所有能放大的细节都精心保留。像养一只会发光的宠物，既要有辨识度，又不能真的乱跑。这就涉及到内娱最现实的规则，顶流不是靠单点爆发活着的，是靠无数个小点拼出来的安全感活着的。今天一个拽裤腿，明天一个回头笑，后天一个垂眼沉默，每一个都能被切成短视频、表情包、安利文、同人图，最后形成一种我已经陪他很久了的沉浸式错觉。粉丝越是这样，越不容易脱坑，因为他们追的已经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套自己参与建构的叙事系统。一旦承认这些不过是营销可用的碎片，等于承认自己之前投入的情感和时间全都打了水漂。谁愿意承认？于是只能继续信，继续夸，继续把平平无奇的动作说成独一无二的性格闪光点。别看现在大家都在玩解读小习惯这套，老玩家都知道，这其实是饭圈最早级别的提纯工具之一。什么叫提纯？就是把能接受这种叙事的人筛出来，把不买账的人排出去，留下来的就是最终的那批最愿意花钱、最愿意控评、最愿意在任何负面出现时冲在前面的那批。给一个细节负媚，等于给粉圈立了一道门槛，路人看不懂，说明不是自己人；老粉看得懂，立刻获得身份确认，大家抱团更紧，圈子更封闭，消费更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顶流粉圈都爱搞这种只有我们懂的小暗号，因为暗号越多，组织性越强，
组织性越强，变现就越稳。你要真想看这套机制怎么运转，不妨去看看那些年被放大到离谱的小细节。有人一个转头能被说成眼神拉丝，有人一个甩手能被剪成少年感暴击，有人蹲下系鞋带都能被夸成毫无偶像包袱。说穿了都是同一个路数，把无意义动作做成有意义事件，给粉丝提供源源不断的解读素材，维持热度的同时，还能显得这人真实。而真实恰恰是当下娱乐圈最稀缺也最容易被伪造的商品。越是被包装的滴水不漏，越容易需要几个破绽来装天然，不然一张脸再好看，时间久了也会像橱窗模特，只有动作里的毛边才显得像活人。这类操作放到历史里看，一点都不新鲜，早年那批顶流也玩过，只是那会儿没有今天这么细分，这么工业化，顶多是一个眼神，一句台词，一个机场回眸，就被吹成时代记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短视频时代把一切切得更碎，碎到连衣角都能成为热点，连呼吸都能当卖点。前些年有些明星靠病弱感、破碎感卖人设，今天换成防备感、边界感，名字变了，底层逻辑没变，都是在把某种特质快速标准化，让用户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情绪认领。再看更早一点的案例，很多人还记得某些所谓高冷男神为什么后期口碑崩得那么快，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坏了，而是因为那套被过度包装的微表情叙事，最后撑不住真实生活里的反差。一旦公众发现你所谓的清冷克制不过是可剪辑的滤镜，所谓的细腻敏感只是运营台本的一部分，反噬来得比谁都快，尤其是顶流。一旦人设过满，连一个微小的习惯都会被反向审判。今天你拽裤腿叫可爱，明天你拽裤腿就可能被说装腔作势，饭圈造神有多快，他神坛就有多狠，这才是娱乐圈最稳定的剧本。王一博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他这类小动作之所以能一直被优雅的消费，是因为外界对他的争议点相对分散，舞台、综艺、赛车、街舞、影视，各路业务线都能给他提供不同的切入口，哪怕某一条线有波动，另一条线还能接上，粉丝也就有足够的材料把所有细节往努力专注有边界感上靠。这种形象最适合做长期资产，像一只不会立刻涨跌的基金，稳，尤其稳，稳到你觉得它好像没什么爆点，可偏偏只要放出一个细碎镜头，就能把人重新拉回来，继续围观，继续解读，继续贡献数据。而平台为什么乐见其成？因为这种内容不敏感、不昂贵、不费审核，唯一需要的就是争议和参与感。算法最爱有人看、有争论、有二创的东西。拽裤腿这种无害小事，天然适合切成短视频传播，标题党在一加持。什么一个动作暴露性格，他为什么总爱拽裤子？路人一好奇就点进去，粉丝一认领就转发，完美满足平台和流量明星双方需求。至于事情本身是不是被过度解读，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被继续消费，能不能继续制造我们又发现了新细节的优越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所谓粉丝们给他封了个防备新代表，其实也不是夸奖那么简单，更像是一种集体授权，等于把解释权交给粉丝团体内部，外人只能看热闹，不能定义。定义权一旦被抢走，粉圈的边界就稳了。稳到什么程度？稳到你敢质疑一句，就会被围着说你不了解他。说白了，这种情感共同体最怕的不是黑，而是拆穿。一旦有人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没你们想的那么多，那就等于在告诉他们，你们维持的小宇宙其实没那么神秘，情绪价值瞬间掉价，谁受得了？所以别小看一个拽裤腿，这背后是一整套娱乐工业最擅长的东西。
先把一个人的普通行为符号化，再把符号群体化，接着把群体再导流回商业价值，最后变成可持续的内容资产。过程看着轻巧，实际一点都不轻松，靠的是营销、剪辑、社媒扩散、粉丝劳动、平台算法、资本耐心，哪一环断了都不行。尤其当这个艺人本身足够红，红到大家愿意替他解释一切，愿意替他寻找每个动作背后的情绪，生意就更好做了。但也别把这事想得太浪漫，所谓他下意识就拽短裤裤边，听着像什么安全感故事，实则就是人类在高压环境里的本能反应，被饭圈转译成了情绪文学。今天能给他贴防备心标签，明天就能给别人贴没礼貌太装不真诚标签。这套逻辑一旦跑起来，谁都别想干净。娱乐圈从来不是靠真相说话，而是靠谁更会把真相剪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说话。王一博这个动作之所以能火，不是因为他有多神，是因为有人太需要他有神。看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所谓6882万粉丝盯着的，未必是一个人的裤腿，更像是一场大型集体投射。大家盯的不是动作，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他，一个永远冷静、永远克制、永远值得解码的版本。现实里的明星要是真像粉圈写的那么完美，那才叫见鬼。内娱哪有什么天生神人，只有被不断修图、不断解释、不断加戏的商品。今天是裤腿，明天是眼神，后天还是别的什么小动作，反正只要流量机器还在转，就永远不缺可以被夸成有故事的碎片。说到底，这就是顶流生意最真实的样子。台上看着光鲜，台下全是细节生意。连一个拽裤边都能被拿来反复盘，粉丝觉得自己在陪伴，平台觉得自己在分发，团队觉得自己在经营，资本觉得自己在收成。只有路过的人会愣一下，心想这也能克？能，太能了。内娱现在就是这么一锅粥，什么都能煮，什么都能卖，连防备心都能做成标签，连习惯都能做成热搜，连下意识都能做成门票。别替这套系统感动了，感动是给故事的，现实给你的只有流量账单和情绪回收。今天你以为是在读懂一个人，明天你可能只是在给一套成熟的营销模型贡献点击量。谁认真谁就输了，谁把裤腿当信号，谁就已经被这场戏牵着鼻子走了。